係啊，1萬蚊之內靚聲功能齊備，兼且仲有埋平衡輸出嘅串流播放機呢，近年可謂兵家必爭啊！而建廠超過50年，又係音樂串流先驅嘅資深英國音響品牌 Cambridge Audio， 就喺早幾個月前推出咗一部又係1萬蚊之內，功能幾乎係樣樣齊嘅串流播放機 CXN18。推出咗之後咧，坊間嘅評價都好高喎，但唔係贏 spec， 唔係贏用料，而係贏最主觀嘅聲音啊！咁究竟呢一部個樣同之前 Cambridge Audio 機差唔多一樣嘅 CXN18入邊又有啲乜嘢唔同咗呢？究竟佢嘅聲音係點樣？佢又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呢？係咪啱你心水聽呢？呢條片應該會俾到答案你嘅。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freeforsound.com。今日同大家實試嘅產品咧就係 Cambridge Audio 最新推出嘅抵玩串流播放機 CXN18。正式介紹之前咧，提提大家，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啲片拍得幾好睇嘅話咧，不妨俾翻個 like 或者考慮下訂閱我哋嘅頻道，鼓勵下我哋啊。CXN18咧係喺呢度試嘅，咁所以咧亦都喺呢度開箱，我哋即刻同大家睇睇啊。OK， 咁一個附設啦，2條嗰啲藍牙天線喎，咁但係佢入晒 packing 我就唔拆出嚟啦。有條歐式電源線，有條英式電源線，我見唔到佢有遙控噃，單手拎得起。哇，後面好真係講喎，開箱完啦。好，咁嚟睇睇機背啦。咁首先左邊好簡單，睇到 IC 電源插100至到240 volt universal voltage， 咁啊有地嘅。OK， 2條天線啊 ，WiFi 天線、藍牙天線。然之後咧就係嗰啲 RCA 嘅控制嘅線啦。如果你係咁啱都係用 Cambridge Audio 嘅擴音機嘅話咧，插條 RCA 信號線就可以用一個遙控控制晒所有嘅機下。好，下邊 USB Media， 咁呢個咧就可以插手指啊，或者低耗電嘅hard disk 或者係 SSD 啦，咁就可以裝歌啦。咁跟住呢個就係 RJ45嘅網線頭啦。然之後呢個就 USB Audio 啦，多數啲人應該都係攞佢嚟駁電腦噶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掣，呢個好重要喎，可以飛地啊。跟住呢度就係 Signal Graph， 亦都係可以俾你飛地㗎。預設咧就係同你飛咗個地嘅。跟住 Toslink 光纖數碼輸入 ，RCA 嘅 SPDIF 數碼同軸輸入，一模一樣 spec 嘅數碼輸出。然之後就係 Analog Out 立體聲模擬輸出啦。咁啊包括咧就有一組 RCA 嘅立體聲模擬輸出，同埋有一組 Balance 嘅立體聲模擬輸出啊。大家就喺接駁上面多咗好多靈活性啦。好，一個豐富嘅機背咧講完啦。Cambridge Audio 最新推出嘅中價串流機 CXN18 1萬有找啦，實價係幾多咧？就睇說明欄有講嘅。嗱，新版本咧係上一代 CXN V2 推出4年之後重新設計過嘅一個串流機啊。最大嘅改動咧就係由原本用 Wolfson 嘅解碼晶片轉咗做 Sabrent ESS 嘅解碼晶片，係用 ESS 嘅 9028Q2M 嘅。雖然只係用一粒晶片做晒2個聲道，但係都一樣有一個更加好嘅聲音表現啊！聲道之間嘅串音 crosstalk 咧係由上一代嘅-100dB 去到-120dB 啊！全新晶片亦都令到呢一部機嘅支援規格更加之高，串流 USB 解碼同埋播 file 3方面咧係可以支援 PCM 最高32bit 768kHz，DSD 係可以上到去 DSD 512嘅。另外亦都當然支援 MQA Full Decoder 啦，配合翻全新第4代 StreamMagic 嘅串流模組啦，支援 2.4GHz 同埋 5GHz 嘅雙頻 WiFi 傳送，同埋更加高規格嘅無線傳送，例如藍牙 5.1 等等之外咧，亦都支援 Hi-Res MPEG Dash 嘅網絡電台廣播，可以播到更加多電台，最高音質 320kbps 嘅。咁另外部機嘅尺寸咧就係如圖所示啦，重量咧 3.55 公斤。所以單手拎得起就係咁解啦。就大家都見到佢都有好多空位剩啊。供電咧就係Switching Mode Power Supply， 但係佢哋 Cambridge Audio 自己研發嘅一個供電嚟嘅。咁可以針對翻音頻線路所需要嘅情況度身訂造啦。咁啊，大家都見到供電同埋線路板 total 咧就係1層線路板，佔咗機身大概係60%嘅位置啦。好，咁啊入嚟睇睇個線路板啦。最搶眼嘅當然就係有 StreamMagic 第4代嘅串流模組啦。呢份模組咧亦都直接接收無線信號噶。另外仲會見到 Cirrus Logic CS8416C ZZ 嘅一個
Digital Receiver， 咁啊用嚟接收數碼信號啦。立體聲模擬信號放大方面咧，除咗見到 RCA 同埋 Balance 係分開獨立行，平衡輸出係足4份放大嘅。仲有當然就係見到啲粒 ESS 嘅解碼晶片啦。咁啊除咗見到有啲靚電容 WIMA 薄膜補品級電容之外咧，咁仲會見到有2組嘅運算放大器，包括咧就係 JRC 嘅 NJM8801 同埋 Analog Device 嘅 OP275 等等嘅，主要係咁多啦。有個好靚嘅 Color Mon 可以顯示晒所有嘢，包括唱片封套啊，亦都多語言支援啦。咁我就揀咩咧？我哋揀繁體中文啦嚇，佢唔係 Touch Mon 嚟嘅。咁大家見到啦，真係好多語言都有啊。我哋揀翻繁體中文 ，OK。機面有實體掣啦，控制基本嘅操作非常方便。屏幕顯示亦都大咗，係對角線4.76寸，解像度咧有1280×569嘅。咁跟住設定嘅嘢咧就係喺個 App 度做啦。咁我哋用 App 控制咧就係用 Stream Magic 呢個 App。咁有啲咩可以睇咧？基本上就係可以改名啦。另外有樣嘢想講嘅就係呢個 Room Ready DSD Mode。咁係乜嘢嚟咧？就係呢一部機係有數碼輸出嘅。例如話你之後自己升級咗一個新嘅解碼，多一組數碼輸出亦都係非常之有用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呢一部機嘅數碼輸出究竟支唔支援輸出 DSD DOP 嘅模式？咁你見到而家我係揀咗 DOP 啦。咁當然如果你部解碼係唔支援 DSD 嘅話咧，咁你亦都可以揀呢一個 USPCM for Digital Output。咁呢一部機咧就會將所有 DSD 嘅信號喺硬體上面將佢轉咗做 PCM， 然之後先至經呢兩個數碼界面去輸出嘅，咁啊非常之方便啦。咁另外呢度有個 PM 功能，開咗咧就可以控制音量啦。咁音量咧有100級喎，比起上一代30級咧就細緻好多啊。但係要留意呢一個音量控制咧，就當你扭得太細聲嘅話咧，其實有機會會影響到聲音嘅動態嘅。咁所以就可以用，但係可以嘅話咧就唔好用咯。好啦，入到去呢個界面度咧，大家就會見到開關掣啦、設定啦、呢部機嘅所有嘢啦。下邊就係唔同嘅 source。其實咧就呢一部機係有大量嘅 sources 可以俾大家揀啦。咁可以見到呢度真係多到不得之了嘅，無論係實體嘅 source， 咁又或者無線嘅內聯網輸送啦，例如藍牙、AirPlay 啊、同埋 Chromecast 啊等等。咁又或者係啲串流平台嘅輸入啦嚇，你見到Qobuz 啊、Tidal 啊、Spotify 啊、Tidal Connect 啊，或者你自己內聯網有歌啊，例如媒體庫啊、Room Ready 啊等等。好啦，咁我哋睇睇支援 Room 方面又點啦。你會見到佢已經支援晒 Room Ready 啦 ，enable 佢就得啦。咁我哋寫翻個名啦。咁啊，支援嘅 spec 都好高啊！你會見到 DSD 512嘅 file 支援啦，32bit 768 kHz 嘅檔案會支援啦，真係講晒啦。咁而家咧就係610bit audio 嘅 CXN18，咁呢個係一部串流機啦，直接就接駁去呢度嘅參考前級貴豐嘅 Pandora。咁跟住咧就係直接接駁，大家見到啦，呢個 ATC SCM110 ASL Pro。控制平台咧我都係用翻 Roon 啦，因為一嬲我都係用開 Roon 嘅，咁啊今次都繼續用翻。
好啦，咁啊講一個聲啦。CXN100嘅聲音係好襟聽，聽得耐都唔會攰嘅嗰一種啊。動態同埋分析力亦都非常足夠，特別聲場立體感咧，比舊代型號係有大幅度嘅進步啊。例如話講究場面嘅大爆棚管弦樂啊，或者係現場錄音嘅爵士樂等等咧，都一樣可以播得好好啊。而呢個進步咧，我覺得第4代 StreamMagic 嘅模組係功不可沒嘅，因為始終呢一個模組係掌管住串流音樂嘅聲音音質嘅源頭啊。咁至於音色方面咧，就唔係厚聲，亦都唔係薄聲啊，唔係好似以前入門 Cambridge Audio 機嘅嗰一種傾向以較厚少少聲嚟到取悅用家嘅嗰一種。而家今次咧，我覺得用更加鬆容、順暢同埋豐富咧呢幾個字眼去形容呢一部機嘅聲音係更加準確嘅。不過咧，佢依然係貫徹住所謂英國聲嘅調聲特性啦，比較內斂啲，音樂感強啦，音效方面咧就點到即止嘅啫，即係話如果你係中意一啲數毛毛啊或者結像要嚟到界手嘅朋友咧，呢部機嘅聲音可能未必啱你啦。但係如果中意聽音樂，無論咩類型都好啦，想要個聲音有感染力同埋長時間聽都會覺得舒服，咁呢部機咧你一定要試聽下，唔可以錯過嘅。另外，除咗係佢支援 Roon 係非常穩定同埋好聲之外咧，用翻佢自家 StreamMagic 嘅 App 嚟到控制部機係一樣咁順暢同埋反應快，唔會有lag機嘅。而呢個亦都係廠方自家研發器材作業系統同埋專屬 App 多年完美融合嘅成果，係真正令到用家使用體驗得到提升嘅一個優點嚟嘅。好啦，讚咗佢咁耐啦，有啲咩不足嘅地方呢？作為多功能產品，佢嘅功能其實可以再多啲嘅，例如加一組模擬立體聲輸入啦，加一組 HDMI ARC 嘅輸入啦，又或者佢可以提供數碼 EQ 功能啊，又或者可以俾用家內置加 storage 啊，同埋支援更加多嘅音樂串流平台等等啦。仲有佢嘅模擬輸出增益咧，絕對係夠嘅。但係如果大家想聽佢最高音質嘅話咧，音量控制依然係建議扭到最大先至係最好嘅。同埋最後一個不足，可能好多人都講過，就係呢部機冇實體遙控啊。咁講起實體遙控咧，如果你真係好想要實體遙控嘅話咧，用翻 Cambridge Audio 有實體遙控嘅器材夾配咧都得嘅。咁例如擴音機啦，可以同 CXN100 成為最佳拍檔嘅Cambridge Audio 系內解碼連擴音機咧，就係CXA81啦。咁啊，順便同大家講講呢一部 CXA81 啱啱亦都推出咗，我覺得係叫做 Facelift 嘅新版本，叫做 CXA81 Mark II。咁最主要嘅改動咧就係入邊嘅解碼晶片升級，就由 ESS9016 升級去到 ESS9100K2M 嘅。好啦，講翻 CXN100 啦，可能你會覺得佢唔係用環牛啊，佢冇可能出到呢個聲嘅。又或者佢唔係用更加高級嘅解碼晶片，又冇可能出到呢個聲嘅。咁但係今次實試呢，佢係真係出到比你想象中，又或者比我想象中更加好聽嘅聲音。以往我哋成日都會話，一部音響好唔好聲呢，唔可以唔睇用料嘅，但係亦都唔可以淨係睇用料，仲要睇埋設計同埋間廠識唔識校聲。咁廠方就話呢一部機係用咗幾百個小時嚟到調聲，更改線路路徑同埋零件，去令到聲音達到佢哋嘅要求啊。而家聽到呢個聲呢，我就覺得呢句說話係更加可信啦。好啦，二選一問題咧，都係關呢部 Cambridge Audio 嘅機事噶。嗱，呢一部 CXN100 亦都係啲叫做傳統標準闊度嘅器材啊。但係近年係越嚟越多音響器材產品唔係用標準闊度嘅設計啊。咁佢哋有啲會半闊，有啲會方頭方腦啊。其實咧 Cambridge Audio Evo 系列嘅機亦都係一樣，唔係做標準嘅闊度。部機嘅形狀咧，唔影響佢嘅聲音，唔影響佢嘅功能，亦都唔影響佢嘅價錢嘅。純粹講喜好嘅話，你中意一部音響器材窄啲啊，定係標準闊度扁啲呢？不妨留言同大家講下你嘅睇法。下次再同大家介紹下唔同類型嘅抵玩嘅串流播放機。下次再見，係咁，拜拜。